你看这刚开出的2026年第一季财报，毛利率直接摔到 26.1%， 税后净利崩跌将近4%，股价跌成这样，营收还衰退 15.8%。你说这到底是价值陷阱，还是里面真的藏了什么 AI 伺服器 BBU 的大红利啊？数字表面上确实很难看，但如果你看懂他们100%纯 DMS， 也就是设计制造服务模式的结构性现实，就会发现底层的逻辑正在剧烈转变。我们直接把它的全球版图摊开来看。精准拆解一下旭省2025年的全球营收，你会发现亚洲占了绝对多数的 61.3%， 里面中国占 17%， 印度 10%， 还有巴基斯坦的 6.6%。美洲跟欧洲则是分别占 21.3% 跟 15.3%， 他们能打下这片版图，最核心的护城河就是100%纯 DMS 模式，绝对不做自有品牌，永远不跟客户竞争。这招直接打破了传统代工厂只能流血杀价的宿命。不跟客户竞争听起来是很美啦，但产能都压在中国，现在这地缘政治风险你要怎么解？现实就是这样，旭省目前确实有高达 80% 的产能失守在中国大陆。现在中北贸易战打成这样，这难道不是一颗超大的未爆弹吗？其实从数据来看，他们并非毫无防备。你从深圳总厂看到中山制建厂，再到近年积极扩张的越南1厂、2厂，还有台北细纸厂，旭省的战略非常明确，保留 20% 的海外缓冲区，精准去服务那些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客户。他们甚至已经把 30% 的关税定为阿联酋设厂的临界点，这代表他们保持了极高的战略灵活度。接下来我们拆解一下主力产品线。2026年第一季，在线式 Online UPS 占比 41.1%， 离线式 Offline 占 29.5%， 这两大块算是相对稳健的。但痛点就在那占比 18.8% 的逆变器事业，对吧？这块直接被中东地缘政治危机还有巴基斯坦去库存的利空重击，营收直接暴跌 38.3%。传统逆变器被打趴，那说好的高功率成长动能呢？这财报里总得有点亮点吧？这就是最关键的护城河数据了哦。大于 20kW 的高功率 UPS， 在2026年第一季竟然交出了高达 44% 的年增率。更惊人的是哦，这块高功率产品的毛利率高达 34% 以上，远远超过一般产品的表现。而且他们已经成功帮台湾的2线品牌客户突破了 1.4 MW 的等级的超高功率出货，毛利 34% 听起来确实很香哦。但在中国大陆那一堆家电厂都在跨界杀价的情况下，这护城河到底有几分真假啊？护城河的厚度就藏在这 50% 里。旭省超过一半的关键零组件，包含变压器、机壳这些，全都是集团内部自主研发跟内置的，这创造了竞争对手根本难以跨越的成本跟高度客制化壁垒。你要一个代工厂做到超过1万种产品料号的无缝切换，这可不是随便一家想跨界的家电厂能轻易做到的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最核心的痛点。现在市场上大家只认 AI， 旭省到底有没有 AI 伺服器的 BBU 红利？ NVIDIA 的 Rubin 架构功耗这么大，他们真的吃得到这块饼吗？数据证明他们早就拿到入场券了。旭省利用过去做电动车充电桩累积下来的技术，已经开发出针对 AI 数据中心的 1000V 高压直流电源供应器原型机，而且目前已经顺利通过了能源效率跟 AI 负载的双重测试。开发这种前端技术是需要庞大银弹的，这就展现了他们堡垒级的资产负债表，现金储备高达 70.87 亿元台币，占了总资产的 40%。 而且他们很聪明的采取低 CapEx 战术，2025到2026年每年只维持约800万到1000万美元的维护性支出，把新一轮大扩产的评估直接延后到2026下半年，这确保了他们手上的 AI 研发子弹绝对充足。你看他们的穿线能力极强，2025全年营业现金流入高达 46.17 亿元，这让他们在现在的逆风中依然敢霸气提速配发35元的现金股利，发放率高达 87% 哦，赚的现金几乎都发给股东了，这研发进度还能跟上吗？不过说真的，看在现金储备这么深厚的份上，这关算他过。说真的，旭准虽然这季财报数字不好看，但手上的现金跟研发子弹其实非常惊人。这一波的股市震荡显然还没结束，趁现在研究一下低位接股票，看是否旭准也能有所谓的 AI 伺服器 BBU 红利。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一波，不管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，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影片。好，我们回到 AI 浪潮下的品牌博弈。现在国际一线大厂像是 Schneider 这些 Tier 1正从单纯的制造者转向系统解决方案提供者，因为 AI 数据中心对超高光率，也就是 MW 等级的需求大爆发，导致这些一线厂的产能全数满载，排单甚至长达2年。
所以因为他们自己吃不下，就把中高功率的订单丢出来了，对吧？没错，他们迫不将20kW 到200kW 的订单大量委外给不具品牌威胁的旭准，这就产生了非常庞大的产能外溢红利。但作为代工厂，碰触到这么多机密，大客户难道不怕 IP 被偷，或者旭神哪天自己跳下来做品牌吗？这就要回到100% DMS 铁律了。旭神坚持绝对不推自有品牌，透过严格的技术隔离与专案经理机制，完美保护了超过1万种产品料号和500家以上客户的利益。没有利益冲突，这份信任就是他们在业界最强的护城河。这也完美展现了他们的第二个成长引擎，因为一线厂挤不进去，中小型 Edge AI 边缘运算的订单大举流向了二线品牌。旭准透过高功率产品的模组化设计，让售后维修变成简单的快速更换模组，这大幅降低了二线品牌的 OPEX 维护门槛。这成功赋能了台湾出货 1.4MW、法国 320kW、西班牙 400kW， 还有意大利 400kW 进入第二阶段验证，帮助这些客户快速卡位 AI 电力供应链。听起来二线品牌确实在这边大爆发，那在 AI computing 整合上面有没有更硬核的应用？当然有。针对 AI 环境，他们接获了100kW 到200kW 的特殊客制化专案，采用了超强电容来取代传统电池，备援时间只需要1分钟，而且直接与客户的 EMS 能量管理系统高度软硬整合，这显示他们早就深踩进 AI 伺服器机柜的供电核心了。可是技术再好，大陆的竞争对手拼命恶性挖角工程师怎么办？人只要被挖走，这护城河不就直接瓦解了？这就是最关键的防御机制了。他们的114年度限制员工权利新股，也就是 RSA 计划，是一套极其精密的金手铐。3年的解锁比例是 20%、20%， 最后是 60%， 把最重头的 60% 压在第3年。对手想挖走他们这支围棋高阶技术人数超过600位的研发军团，这下主力可是实打实的黄金等级。而且要解锁这些股票，可不是在公司混日子就行，必须通过双重 KPI 绑定。第一，公司营收要成长大于 10%， 毛利提升大于 1%。第二，也是最狠的一招，董事长亲自与关键技术人员约定个人 KPI， 直接跟 1000V 高压直流 AI 电源原型机这些研发进度死挂钩，不做出 AI 产品，你一张股票都拿不到。等等，发股票不用钱吗？9.24亿台币的总酬劳成本呢？这难道不会严重稀释掉 EPS 吗？你真的很敏锐。确实，这笔费用是呈递减趋势认列的，第一年 50%， 第二年 30%， 第三年 20%。2026第一季财报里也已经纳入了 27.8 万股的潜在普通股稀释影响。但你要知道，这 9.24 亿是保住 AI 技术壁垒唯一且必要的代价。好，研发团队保住了，那我们回来面对一下现实好吗？2026年第一季实际营收衰退 15.8%， 毛利率崩到剩 26.1%， 净利更是直接腰斩 53.9%。说好的营收双位数成长，毛利守住 30% 的承诺，为什么全面跳票？就算营业费用率死守在 8.0%， 也根本无济于事啊！这是3大核心痛点同时引爆的结果，我们必须冷静来拆解这背后的底层原因。第一，金属原物料暴涨，吃掉毛利大约2到3%。第二，中东和莫兹海峡封锁，加上巴基斯坦去库存，导致逆变器出货停滞，营收暴跌 38.3%。第三，大陆子公司的高薪认证到期了，暂时以 25% 的高税率预估，这直接冲创了 EPS。但最致命的其实是币别的不对称。旭神的营销结构是收入美金，成本人民币。人民币强势升值，不仅侵蚀了毛利1到2%，更直接造成高达3.2亿元的业外汇损。数据显示，人民币每变动1%，就会剧烈影响税前净利，高达1.19亿元。这算是非战之罪，却是这次财报大流血的主因。那你说这个公司的策略是不是充满矛盾？ 80% 产能死守在中国，地缘政治一恶化，根本来不及跑，获利腰斩了，还狂发35元股息跟 9.24 亿员工股，研发老本难道不会被抽干？而且纯 DMS 没品牌，根本没办法对终端消费者涨价来转嫁成本。这些质疑确实直指核心。DMS 的原罪就是无法直接对终端涨价，只能靠严控 8% 费用率来死守。产能集中确实是风险，但只要关税不越过 30% 警戒线，资源就能效益最大化。至于高配息与高激励并存，反而证明了经营层对未来现金流的把控极不自信。总结来说，传统业务跟汇率的逆风让现在的财报看起来惊心动魄，但旭准唯一也是最核心的逃生口与获利解方，就是全力加速推进毛利率超过 34% 的 1.4MW 级高功率 AI 电力产品。也就是说，这是在用结构转型的速度跟宏观周期的风暴在赛跑。
完全正确。这场 AI 供电战场的底层洗牌才刚开始，旭省的高腰技术与纯 DMS 护城河究竟能不能带他们逆风翻盘？更重要的是，面对现在惨烈的财报数字，你有没有抱紧到它转型成功那一天的底气？